说，雪停后，我去了趟茅厕，出来时，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背行囊，又想他说过，把行囊放下，是来偷你的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一袋子东西，等你考中进士之后，做10年官的。 偷了行囊后，我就躲在了后门，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。我真没杀人，我就是个书生，我手无缚鸡之力呀！我……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了？我看你就是个无赖。说，把凶器藏哪儿了？我没杀人，哪儿来的凶器啊？你就不怕我用刑？我真没杀人，用什么刑啊？荒野逆毒，确无刑具，只能打了。 再不招供，乱棍打死！是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！剑客、山人，还有姓卢的，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！堵上他的腿！是。哎，本案已告破，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。 明日一早，就将凶手蓝橘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。如此一来，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。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！江山人所言极是，龙县尉，卢某钦佩。 龙县尉心怀正义，体恤民情，查案有方，断案如神。到京师上任后，必定大有作为。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，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，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是，我一到京师，必将万年县的贼盗 一扫而光。诸位，我们有缘再会。押上凶犯，走。贼寇休走。 谁喊的？卢某，又如何？贼寇在哪儿？就在眼前。谁啊？冒充县尉者，便是贼寇。县尉，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，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全部诛杀。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就是攻下的捕手？是此刻束手就擒，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？姓卢的，你是何人？这么大的口气！你又是何人？竟敢冒充县尉！老大，漏了。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？还是我来说说吧。那些苛捐杂税，庶难从命啊！这我要是交了，岂不是
岂不是在滋养硕鼠？说得好啊！苛捐杂税确实令人痛恨，但身为县尉，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。我提到苛捐杂税时，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。我也并未怀疑，毕竟你仪表堂堂，查案得当，询问干净利落，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。可惜接下来，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，但我相信，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时，我一到京师，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。你说你是县尉，被提拔至万年县赴任，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尉，分别是司户、司仓、司工、司兵、司事、司法。你这个假冒的，若是真到了京师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6个县尉，奶奶的，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？兄弟们，我看出来了，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。先杀了他们俩再说。哎，等会儿，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。你来。哎，你们不能3打1啊！二位，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，你们不去帮帮忙？鲁兄，我来助你。多谢。不谢。鲁兄，接线。你武艺不错，你胜之不武。何出此言？兄弟被擒，我心急如焚才露了破绽，不然，小娃娃，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。哼，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，提前设下的陷阱吧？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，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。也罢，今日便是我与妻儿团聚之时。你胜之不武，你们3个打1个。你们也是3个，你还偷袭，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。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。你等着！哼！这个假县尉狂妄自大，好好教训他。遵命。
动手吧，龙某人只求速死。那不行啊！刚才你审了我们，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？我本梁家子，韩州云顶县人，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。20年前，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，征缴各种苛捐杂税，以致营生艰难。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。我向为父报仇，拜师学艺10年而成。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，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。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，娶妻生子，也过了几年好日子。结果又来了个县尉，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，更豪横。我与他理论几句，便被抓了下狱。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，我娘子去求他，他却愈加非礼。娘子不堪受辱，抱着孩子跳了河。我在狱中得了消息，想法子跃狱而出，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？我虽习武10年，但从来没有杀过人。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，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。自此游走江湖，结识了这2位兄弟。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。我们3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，所以每到一处，必将县尉家盗个精光。不过，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，家里竟毫无油水，听说是个年轻人，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。家中无油水，就能证明是好官吗？我打听了，去年闹蝗虫，好多田地颗粒无收。这个年轻的县尉，散尽家财救灾，这还不是好官吗？哎，行了，先不说别人的事儿，先说说你，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？听说京师也有县尉，想必油水更大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就是啊，敢假冒县尉，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。诸位，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？快给我松绑啊！人虽不是你杀的，但赃物在此，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？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哼，你还真是无赖！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？敢与男人斗狠，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。嫁人不需要你操心，我先割了你的舌头。樱桃，假县尉龙泰和他2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，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。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？反正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，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。莫非卢兄是县尉？在下卢林峰，赴任云顶县尉途中，龙泰，你记住，我到任云顶后，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，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，我也会逐一查清。若真如此，是云顶之福啊！山人、剑客，你2人帮忙看好这几人，待卢某再看祠堂。哎，我先去点蜡烛。
老费，你在做什么？在石阳的时候，我看那个女巫做草绘演起诗来，甚是威武。我费老神医也想学学练练。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，并无伤害。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。你退后。龙太判断无误，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。锤子？不是。镐头？也不是，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。铲子拍死人？米托也算强壮，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。我觉得这祠堂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。喜君妙笔丹青，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，应该不会判断错。但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是个珠子。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。哦，对，那个弥陀擦拭神像的时候，他还闻来着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是有颗珠子。弥陀入住时还在，现在却不翼而飞。再仔细找一找。哎，对，找找，放到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苏无名，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？我在想，这个弥陀是粟特人，最善于拾宝，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，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。有道理呀。宝珠啊，宝珠，谁把你放到这里了？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弥陀是很小心的，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。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，所以他才……如此说来，弥陀因得宝珠而兴奋，故去前厅讨酒。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。那凶手？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，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。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？苏无名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喜君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，你说冷吗？我一进祠堂里，也感到阵阵寒意。虽说这祠堂破旧，屋顶漏风，也不罕见，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。躲远点。哎，你这欺负我们上不去是不是？他看见什么了？哎，樱桃，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？哎，别听老费的，他在查看脚印，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。
这2楼杂物间有个天窗，凶手应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，跳下去之后杀了米头。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。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，但祠堂顶部和2侧厢房房顶各有1排。可疑的是，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，并非同一个人。哦，那会是谁呢？人不都在这儿了吗？不对，从我们进店到现在，已经少了2个人，除了女店主，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。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，跃上院墙，进了后山的林子，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，进了祠堂杀了人。这也说得过去，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。但还有另一种可能。系上红绸子，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，这店里住了人。同伙回来以后，看到红绸子，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，再越过院墙，进了祠堂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而另一串脚印，更令人毛骨悚然。剑客刚才说的对。活着的人都在，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。女店主死了？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。之前还有命案，你等居然刻意隐瞒。行了，龙兄，还把自己当县尉呢。来啊，把他弄下来，开缸。绳子是完好的。引导。人呢？不，尸体呢？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！玩吐露刀子之时，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，也许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。你分析的对，也许这就是真相。让我看看。引导，小心啊！放心。还好有这位姑娘，洞口如此窄小，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。洞内并无浮土，四壁光滑，看来是经常爬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。不对呀，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她的胸膛，我们离那么近，那血流的，江山人还沾了你一手呢。唉，这都是雕虫小技，弄2个血包，前胸后背一放，用那土罗刀子一挤，不就压出来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这家店不能再住了。如老费刚才所言，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，
等他醒后，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，再趁人不备上了2楼，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。是他杀的米陀，但因我去的及时，他没顾得及藏尸。有这种可能，但从米陀抱着酒食回到祠堂，到被杀，再到尸体被发现，时间很短。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了？你我雪中抒怀之际，那动静，你可曾听到？谁在里面？出来！快出来！我听得很清楚，确实是祠堂方向。现在想来，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，而是祠堂地下。地下似有空洞之声，但并未找到入口。哎呀，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！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。盖这么多房子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？老费少给了鸡钱。伙计不让走，女店主却要放他走。我们想住店，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，他又要出高价，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。由此看来，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。没错，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，除了这个祠堂，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。你这店开了也得有7、8年了吧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？啊，当然，好眼力。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，自然有陈年好酒。山人如此问，是在试探那女店主。苏兄，好机灵。试出他在说谎，却没有道破。我所寻答案，并非如此简单，所以，我才会耐心等待。有耐心，有定力，让人敬佩。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。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。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，自然有陈年好酒。上菜。这山人有来历，不知是敌是友，不如邀他同席共饮，一探究竟。江兄，方才见你幻术了得，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呓语，着实神奇。在这风雪之夕，相逢这荒野逆旅，可否联席共饮啊？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2位仁兄的法眼，还一直装模作样，真是惭愧。我等受审之时，卢县尉曾说自己叫……我叫卢无名，而苏兄说我姓苏，叫苏凌风。如今，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，卢凌风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。正是。还真是2位仁兄，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，威名早已传至深县。
今日得见，江某三生有幸。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。深县县尉江尉。又一个县尉，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，真真假假一共4个县尉。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窝子了。你就是深县的县尉？你去过我的住所？去过。那10两银铁是你留下的？我是看你太穷了。不明之财，我早已上交公谢。但是龙兄一番好意，江某在此谢过。哎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说正事儿。江县尉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多日前，数10名造物工匠突然失踪。我一路探查，得知他们是被人请去建造客栈。我寻遍附近州县，最后锁定了这里。此地位于我深县的偏远地带，因天气变化异常，而被世人俗称为“雪窝子”。数10名工匠，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？那么多人，该不会是来盗墓的吧？这里是6朝金刚寺遗址，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。挖金，姓苏的，之前你说的葱了、卸了的，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？贾兄好耳力啊！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应该在屋里跟米陀喝酒呢吧？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那不得听听啊？哦，在这里盗挖金银倒是有可能。哎，苏兄，可否再让我看看这吓人的神像？他手指间是不是还有个珠子？原本是有的。那就对了，这是白眉仙，是猎宝人供奉的。猎宝人啊，就是收人钱财，专门为雇主寻找宝物的那些人。正是，这些人只认钱，且不择手段，所寻的宝物都价值连城。我曾听说，当初的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前，有人为寻它出过10000两黄金。等一等，啊！接着，建元19年。建元是苻坚的第3个年号。没想到这祠堂真的是6朝时所建。进院之时，你我就觉得这祠堂古怪。你不是说这里是什么金刚寺遗址吗？佛塔，这祠堂应是佛塔最顶上的一层。我从小就画长安的大雁塔，怎么早没想起来啊？江县尉，深县可曾发生过大的地动？有。县志所记，隋末地动，天崩地裂，房屋尽毁。现在看来，是6朝时的金刚寺因地动而陷入地下，只剩下最顶上的一层。那些所谓的猎宝者，在荒野建此逆旅，就是为了盗取寺中的宝物。但他们无法避免客人来投诉，
那女店主便玩起了赌命游戏，好驱逐留宿的客人。我查到了，魔石大师的蛇舍令。大师号称天下第一讲经人，圆寂后蛇化舍利。这本书中记载，那舍利的一半存在杭州的惠岸寺，而另一半就藏在大师生前曾化道成佛的金刚寺。这得值多少钱呢？我唐人以为，魔石大师的蛇舍利，仅次于佛祖舍利，乃无价之宝。此宝我亦有耳闻。既如此，那祠堂内定有潜入地下的通道，待我再去找。新鲜的血迹，定是凶手杀死李头后逃离时留下的。这是在深县境内，江县尉说是要击凶，卢某愿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卢县尉，江某定要缉拿真凶，还要寻找那几十位工匠的下落。哎，且慢！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看，下面的人可不少啊。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？那些所谓的猎宝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诸位可愿帮忙？江县尉，龙太及他的兄弟，可否戴罪立功？我虽无权免除你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，但若你擒贼立功，向州府移交时，我定会为你说明。哎，帮我松绑吧！我虽不会打架，但下面若有大批财宝，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呀。老米是我的朋友，抓杀他的凶手，必须算我一个。不用为先锋，只是宝物，须有我一份。如此甚好，剑客，你与卢凌风开路，江县尉断后，给他们松绑。你们仨过来，快！哎呀！外面被人锁了，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！若是砸锁，
必会闹出动静。他们若有埋伏，那可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！下面的人听着，我家主人菩萨心肠，不想要尔等狗命。可惜呀，玩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，我就只好做恶人，送你们去见阎王了。坏了，后路被封，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。最上面的，赶紧杀回去。他就一个人，不难对付。来不及了！你们没发现吗？这楼梯上撒有桐油，他这是要用火攻啊！千万别出动静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这里空间狭小，上面还有火，我们定会被烧死的。好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无法乱，斧头暗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